5000米的海拔，50公里的路程，感觉快不行了已经。这下这个雨加雪加冰雹的，高山、河谷、冰雪、碎石、暴雨、寒风。脚下是没有尽头的路，眼前是无边无际的远方。知道，就刚才那个人给我打了一声招呼以后，我就控制不了自己。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经历着相同的过程，尋找不同的結果。這裡就是岡仁波齊。吹得累。受不了了！哇，我跟驯鹰一樣，感觉快不行了已经。黑色的岡仁波齊，加油加油！海拔5650米，还有25公里。无窮無盡，無邊無際，我靈魂都快不是我們啊！5、6、7、8、9公里吧。哇，你看那個天，哇！哎，你好，我在网上买的票是怎么着？在这邊也要取票啊，在這邊要取票是吧？這個身份證和網上買的2維碼。啊，好。你是轉山的。該買票一定要買票，不要逃票啊！你好，問一下，這個票是包含保險的哈？這個阿姨他們都要轉山，聽說還有70多歲的呢，太厲害了。這是我們岡仁波齊轉山的第一天，不知道前方什麼在等着我們。我們現在走的這個路是，徒步的第一個，也就是從景區的入口到經幡廣場的，這一個也是有那個景區的大巴可以坐的，是60塊錢一個人，這樣的話你可以少走7公里，就那個吧，對，飛馳而過的，飛馳而過的那個大巴車。都說為什麼要轉山啊？你為什麼要轉山啊？問問你。我覺得我這個人太。哎呀，執念太重了，我覺得都說轉山可以消除執念。為什麼要轉山？有人說是為了卸下罪孽，有人說是為了消除執念，也有人可能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目的從來都不相同，但過程卻始終相似。現在這段路是看不見岡仁波齊的，但是看可以看到納木納尼。今天有點雲，但是也是可以看到納木納尼的。在你的左手邊就是納木納尼，在你的右手邊就是被山擋住的岡仁波齊。這個畫一個。吹得累，吹得累。哇，前面有快上頭的了已經，看到沒有？就剛才那個人給我打了一聲招呼以後，我就控制不了自己，我就想起了我奶奶，還有我年少夭折的妹妹，就很難過，就突然之間，就上一秒還在拍你，突然之間就特別難過。不知道是岡仁波齊神山的氣場，還是眼前這些巨大經幡的感染，又或者是路上碰到的一個又一個磕着長頭虔誠朝聖者的笑臉和一句扎西德勒。走在這裡總會讓人不由得想起一些事情，那些無所謂好壞的經歷、歲月和人。這是我們今天的第一站，經幡廣場，全都是圍成一圈這個經幡。這也意味着我們今天的行程已經走了7公里了吧？今天其實一共才20公里上下，
前半程還行，没有什么太大的爬升，所以还比较轻松的。看看后边吧。河谷中蜿蜒的長路看不到盡頭，很多人就此放棄，但更多的人依舊堅持。我相信無論他們是否得到了岡仁波齊的接納，也都在試圖走向自己心中的那個目的地。看到這漫漫長路了嗎？沒有頭啊，我去。除了10幾公里之後，終於看到了岡仁波齊的影子，就在我身後。這個角度的岡仁波齊，看到沒有？轉山的整個過程，多面的岡仁波齊在每個不同的角度呈現出來的都是不同的樣子。五彩經幡飄蕩在神山腳下，舞動着每一個路過的轉山者，提醒着他們，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是否可以重新審視自己和自己那些不同的面。刻着字儿啊，看不懂。好肥的土拨鼠啊！你们是從哪裡來的？色達啊，牛粑，好多烏鴉在那吃。哎呀，海拔倒是不高，爬升也不大，但是不停的走，那也受不了啊。現在已經走了15公里上下了，大概還有5公里上下，不知道一會兒到止熱寺有沒有床位了。飛起來，飛起來叫！哎，剛才是那個。哇哈哈！飛起來叫！哇，它停在上面了！我的天哪！哇，我跟馴鷹一樣！來，你倆也來，是吧？現在岡仁波齊已經讓一片雲給擋住了，我們這兒開始下起了小雨，突然下冰雹了，然後風也突然變得特別大，特別的大，氣溫驟降了，我去！現在有沒有0度我都不知道。哇，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身後一片雲，還遠着呢，所以這波那個冰雹估計下的時間還得挺長的。得趕緊去住宿休息了，感覺快不行了已經。這下這個雨加雪加冰雹的，哎呀，這個又大了，我去，啊，砸死我了！我去，你們看掉到地下的那個冰雹粒有多大呀，不敢動了，在這原地，手一伸出去，啊，就被砸。啊，在這分開去，沒有了，我就這一個了，我的右邊10輛給了你們。今天我們的目的地止熱寺到了，然後後邊就是岡仁波齊的北峰，應該是現在沒什麼雪了已經，但是還是挺好看的，因為它的顏色是最特別的，跟周圍的不一樣，它是黑色的山體。啊，岡仁波齊，黑色的岡仁波齊，通體黑色的。6月的阿里，岡仁波齊山頂的積雪所剩無幾，6600多米的高度，黑色的山體，1000多年的朝聖，世界的中心。但可能只有你真的如此之近地站在它的面前，才能夠體會它的神聖和獨特。我讓你吃飯。我要吃飯呢，有蓋澆飯嗎？有。來個青椒肉絲，我看有是吧？終於到這兒，先吃口熱乎飯，然後再解決住宿的問題。只要不是旺季都沒事兒，你的那個挑一挑就行了。有這種卡座式的這種沙發，然後還有那個裡頭那正兒八經床位。這都是按床位賣的，一個床多少錢？這燒的是牛糞嗎？是嗎？對。這個為什麼沒有味兒啊？燒出來，我以為這個東西燒出來會有味兒呢，但是沒有味兒。你一點那個臭味都沒有，是吧？那你多也怎麼這麼多？看到沒有？
冈仁波齊，但是现在已经被挡出来一点点。晚上本来说要拍个星空，所以说我们选择了这个位置，巨好的这个位置，大玻璃直接能拍到外头，可以拍星空。哎，一转身，把三脚架往那一支，就可以拍到冈仁波齊的星空。如果不行，就接着睡觉就完了。虽然外边快零下了，但是这个屋里头真的特别特别的暖和。然后刚才我们看了一眼，他们烧的应该真的是牛粪，但是确實一點味兒都沒有，就是那種手粑粑的味兒，一點味兒都沒有。背後這小孩，這一個跳繩都可以玩半天。你跳了多少個呀？23個呀。你們這跳一下，相當於我們那跳10下。最多能跳300。最多能跳300啊，很厲害了。你們這海拔5000呀，這可能是不多的娛樂活動吧。加油，加油！我現在這個黑的已經被好幾次誤認為是本地人。因為你就是轉了幾圈。對，因為就轉幾圈，我新手，第一次。那我現在真的黑嗎？真的黑，你看我，咱倆比一下，我白嗎？差了好幾個度。走。哎呀，哎呀，金山沒有出來呀？沒有繞金山，雲霧全都擋着。你接着翻埡口去吧，走。今天是第二天，早上起來是7點半。出發繼續走我們剩下來的30公里，前面主要是有一個大埡口需要翻，翻完埡口其實就沒什麼事兒了。到了不動地已經剩下只剩下20公里平路。你慢慢走就完了。最後那20公里就是需要保持一定的體力，慢慢的走。開始亂石陣爬坡了，大部隊在前頭。哎呀，上來就是個大爬升。我的天哪！2步一休息。第二天的早上，雖然沒能看到著名的岡仁波齊日照金山，但我們依舊需要繼續上路。來迎接今天的第一個挑戰，也是整個轉山途中爬升最大、海拔最高的一段路程。從海拔5000多米的止熱寺開始，經過往生石，600多米的爬升之後，到達海拔5600米的卓瑪拉埡口。哎呀，美女不行了，叫馬了剛才。實際我就希望是有雲才下漏。是，但是你不知道啥時候漏。有沒有聽到？這才是土撥鼠的叫聲，它不是啊那個，它是這樣叫。再叫一個，再叫一個。你記錯了。宿命神器，農夫葡萄糖。若隱若現的在霧裡頭的岡仁波齊，你看全是石頭路，那特別的難走。我們就切到山上來走了。我們現在海拔比他們高將近20米。小朋友都到這兒了，這麼厲害，一下就上去了啊！加油啊！這個現在也分不出來是冰川還是岩石了。現在是5400，對吧？也就1公里，其實我看距我這兒是0.9，但最後一哆嗦了。看看用多長時間？看看多長時間？再起得嘞！從底下那算是0.9公里，900米。行。看這個馬兒也需要歇一會兒。哈哈 ，Hello， 你是不是等到你的馬兒了？
漫山的經幡從山腳下向上擴散和延伸，轉山的人群沿着這一路的祝福自下而上，星星點點地蔓延在整個山坡。遠處的山頂傾瀉而下的灰白色，已經分不清是冰川積雪還是岩石本體的顏色。它就像一個仙人在凝視、指引和守望着我們這些帶着不同的目的、來自不同地域的轉山者。滑哭了。谢谢大家。啊，不喝，没事，谢谢你。我的意思就让你喝茶呢。对吧？给你根火腿吃。没啥别的。没啥。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往生石，好多的人把去世亲人的照片，然後貼到這裡了。對，我這個粉絲紀念這個悟空的這個河貓放在這兒了。我把我奶奶的照片，然後也帶來了，然後就相當於貼到這裡了，把它留到這裡了。然後因為沒有找到我小妹的照片，所以她在我的心裡吧，還是留在我的心裡吧。周圍全部都是經幡。我們現在就是在卓瑪拉雅，海拔5650米。好消息是沒有上升的，壞消息是還有25公里。我去，我想死在這算了，真的。哎呦我去，後邊其實一定程度上才是真正的考驗。對，因為你會走不到頭的路。哇，真好聽，天籟之音。剛才這個小姐姐唱的歌特別好聽。下的路說實話不是那麼好走。嗯。你这从哪下呀？這都是受不了的，已經放棄了的。我以為堅持32公里，結果堅持27公里。因為那個小木接我們5公里。拜拜。到那個拐角是1公里，然後這樣的路還有20倍，18倍現在是，然後現在是海拔5000多，拐一座山還是這個路，拐一座山還是這個路，無窮無盡，無邊無際，怪不得能把人走崩潰呢。我就覺得腿不是我的了，身子也不是我的了，腿早就不是我的了。現在靈魂只有靈魂是我的，我靈魂都快不是我的了。跟人家一比，我們走下來的累什麼累？不累，人家是磕下來的。
特別奇怪的是，我们在现在路上碰见的都是藏族的转山的，然后游客就也不是没有啊，很少，不像是我们第一天的时候，还有第二天，就是到垭口的那会兒，從垭口下去之後，那會兒人是最多的。但是那之後遊客是越來越少，也不知道為啥，是都坐着車回去了嗎？反正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大批量的看見遊客，也可能是我們太菜了，走得太慢啊。好羨慕坐上這些車的人啊，他們可以回家了。我來了。整個那邊天全都是陰天小，正在下着雨。巨大的閃電，還有雷聲，好像末日了一樣。哎呀，我們現在應該還剩下，我也不知道多少公里，5、6、7、8、9公里吧。看，在這個位置，終於岡仁波齊又露出來了一小點兒，就那麼一小點兒。不知道你們見沒見過 S 型走路？給你們表演一下啊，來，表演一下 S 型走路。這邊應該是火山石，但是緊鄰着它旁邊，看，就有一堵像牆一樣這樣一堆石頭，哇，這形成的太有意思了。日落是晚上9點半，然後徹底黑估計是10點，1個小時5公里，肯定是走不出去。所以出去的時候公路就是黑了。轉過這個拐角，終於看到了納木納尼，這就說明我們離塔爾沁也不遠了，再拐過前面那個拐角，估計就能看見塔爾沁了。這就意味着我們還有最後的4公里。哇，你看那邊天，哇，整個是紅的，是吧？看那邊，如果沒有雲的話，這個日落金山絕對特別好看。然後這邊也是，哇靠！你看這個雲，我去，真好看。太陽的餘暉照耀在似乎近在咫尺的轉山小鎮，也是我們的目的地塔沁。它就在那兒，安靜明亮，像是隨手就能觸碰到的希望。但隨着太陽的落下，這段最後的路程帶給我們的考驗已經遠遠超出了想象。明明近在咫尺，卻無力抵達的絕望，隨着黑暗逐漸蔓延。剩最後2公里了。走出去了。然後我能不能問你個問題，就是你不是見過那麼多轉山的，你覺得他們的目的是幹什麼呀？你要問目的，他可能就會偏了。其實你不要帶目的去想，就是很簡單，這就是一種生活方法。就是藏族人咱就先不用說了，那肯定就是信仰的東西，是吧？沒有，不一定是那個，一定是強烈的信仰。這個我轉了那麼多圈，我跟他們交流，然後打交道，感覺這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不用去一定要上升什麼信仰，什麼的。你一旦給他上升那些東西上去，完全就變味了。那普通人呢？就是遊客來這兒轉是？有各種目的的，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人。不是今天被誇獎了，因為我們是為數不多的啊。這個是專業人士1/10，真的每天這個遊客裡頭最多1/10才能轉完，完整的轉完。大概1/10。對，大概1/10。哪有那牌子呀？終於他媽轉出來了！感謝一路陪伴，點讚，不然我們真的最後的2公里就是聽着就，尤其是這個已經快趴下了的人。其實還是和神山的緣分。對，想真正能夠堅持走到最後的，確實我遇到的還是很少。其實我們上山的時候碰見了他，然後他是專門在
就真正的你上了垭口才能領到的一個獎牌。我們當時沒有想到要去拿這個獎牌，最後轉下山之後碰到了，所以這就是神山讓我們之間有了這份緣分吧。謝謝，圓滿了啊，OK 了，再見再見，謝謝。